男人啊，都想找个会煮饭的、照顾父母的、性生活协调的女人。我刚好达到他们的理想。男人爱我，给我钱，我收了，我有错吗？对眼前这个充满诱惑力的女人，老苏看的是心甘情愿，完全无视一切警告。老苏与何秀兰认识不过10几天，便准备闪婚，甜蜜的气氛丝毫不输那些年轻的情侣。老苏简直像个年轻人一样，乐此不疲地夸赞何秀兰：“你看看她小小的嘴巴，吃得满嘴都是东西，像个孩子一样，甚至都没擦嘴。”但在老苏眼里，这一切似乎都格外可爱。何秀兰比老苏小了好几岁。大家问他为什么图老苏这个年纪大长不洗澡的男人时，他笑着说：“我就喜欢成熟有文化的男人。”他这个理由倒是挺有意思的。老苏从事过编辑工作，退休后虽然生活不再那么精彩，但他确实有文化，这也是何秀兰看中的地方。不过，老苏的女儿丽美却一直对这段关系充满警惕。毕竟这一切的开端都不过是老苏在电梯里与何秀兰偶然相遇。尽管这座电梯所在的房子非常昂贵，丽美和她的未婚夫也是靠着婚后贷款才在这片区域买得起一套小户型。丽美并不喜欢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妈，她担心这女人是不是别有用心。毕竟父亲与何秀兰才认识几天就谈论结婚，实在是太快了。但老苏却心满意足地为何秀兰辩解：“你知道吗？何秀兰不仅厨艺一流，还非常会照顾人，尤其是我那年迈的奶奶，她常常帮我照顾老人，真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当然，老苏想再婚的原因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丽美即将结婚，自己再不找个伴儿，难免会孤单。尤其是丽美的未婚夫对老苏的上门探访显得有些不满。老苏并不想影响他们小两口的关系，所以决定寻找自己的伴侣，以填补内心的空虚。与此同时，丽美与未婚夫的关系却出现了问题。丽美是一名电视台的记者，工作非常繁忙，而未婚夫因而感到孤独寂寞。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他开始出轨，并明确表示他希望妻子能煮饭、照顾父母、性生活协调。丽美顿时受到不小的打击。不过，事情的发展远没有结束，一个震惊的消息让丽美的世界彻底改变。他的父亲老苏所认为的真爱何秀兰，竟然是一个专门骗取退休金大爷的钱的女人，甚至还涉嫌谋杀。原来有一则命案新闻披露，一位大爷因在车内烧炭自杀而死，而死者的妹妹怀疑正是大爷的女朋友何秀兰，直接导致了这次悲剧。检察官回忆起前段时间曾接到过类似的报案，也是一位大爷声称自己被女朋友骗了钱，而这位女朋友也正是何秀兰。这一切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这起捞女事件。而丽美在得知这一切后，马上奔向何秀兰的家，准备问个明白。然而面对丽美的质疑，何秀兰表现得异常冷静。她淡淡的回应，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错，反而觉得这是生活所迫。何秀兰自称只是一个国中毕业的普通乡下女人，工作辛苦，月薪不足，直到遇到一个老大爷，她被邀请去家里做保姆，而对方开出了6万块的酬劳。自此她意识到单身老男人是真的寂寞，只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自己就能赚到不小的利润。何秀兰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她甚至认为自己做的是正当生意。可是问题来了，老苏的经济状况并不允许他支付何秀兰的高额费用，毕竟他不过是一个退休的编辑。但何秀兰并不在意，她透露自己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打算开始追求精神生活，并且坦言自己是真的喜欢老苏的诗书气质。于是她将一枚婚戒戴上，宣布他们已经结婚。而丽美心中的疑云却丝毫没有消散，她知道他父亲的这段婚姻似乎背后藏着更复杂的真相。更令他震惊的是，警方通过调查何秀兰的银行账户，发现除了近期自杀的大爷之外，还有许多老男人向他汇款，金额可观，甚至有2位大爷在死前不久都向何秀兰转了钱，而死因恰好是烧炭自杀。更糟糕的是，何秀兰在这些死者生前居然还曾邮寄过木炭到他们家。这一切的证据指向何秀兰，她被警方列为主要嫌疑人。丽美别提多高兴了，但此时父亲却打来电话，请求丽美给何秀兰找一个可靠的律师，因为那个烧炭自杀的死者其实跟他是朋友，或者说是情敌，所以这意味着老苏其实也蛮有嫌疑的，搞得丽美只能答应父亲会给何秀兰找律师。但丽美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必须要报复何秀兰，于是又找父亲要到了何秀兰家的门锁密码。在警方前脚将何秀兰抓走后，他后脚便带着同事进入何秀兰家中，将奢华的豪宅一顿拍，然后包装成独家新闻大揭秘，给何秀兰拉了很多仇恨。而在庭审中，因为暂时证据不足，何秀兰以350万元取保候审，丽美只能继续装好人，表示在法律上的事情一定会尽全力帮忙，但希望何秀兰必须答应他，你不要告诉媒体他们结婚登记的事情。得到何秀兰的承诺后，丽美又专门找到了负责这起案件的李检察官，请求李检不要向媒体透露他父亲与何秀兰已经登记结婚的事情。如果方便的话，改天我想要约黄主任私下谈一谈，
很快，两人就私下见面了。李检察长非常有心，还给丽美特别带来了几位被害者家属的资料，让丽美可以去采访他们，相当于是给丽美送独家新闻了。美貌叠加能力，确实是办事的王炸。随即，丽美便对受害者家属展开了采访，结果却让她很意外，因为几乎所有受害者家属以及那些被骗的大爷都在说何秀兰的好话。大爷们都表示给何秀兰钱是心甘情愿的。难道何秀兰真的没有杀人？他满头问号地回到家中，谁知何秀兰竟然在这里，看来是为了报复自己擅闯他家的事。丽美故作镇定，有何贵干？万万没料到，何秀兰直接甩了一件战袍出来，要送给丽美。要想感情好，战袍少不了。何秀兰说自己是受老苏所托，来帮助丽美解决情感问题的。接着，她便化身为两性私密大师，传授按摩店常年销冠心得。丽美臭骂何秀兰不知廉耻，忍尽可夫，但何秀兰让丽美可别立什么贞洁牌坊，大家都是出来捞的，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你傻不愣登只捞一次房子首付，而我选择在每个男人那里都捞一次。丽美感到了极强的侮辱心，转头就交代剪辑，把那些视频素材怎么黑怎么来。通过掐头去尾，何秀兰被剪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女魔头，一时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谴责。老爸很着急，请丽美帮忙做个正面点的报道。怎么可能？何秀兰这时提出了要更换律师，她相信老苏，但不相信丽美请的律师。换了律师后，在下一场庭审中，何秀兰明显气出了不少。当李检察长质问被害人在死亡前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因为他求婚被拒绝啦，想不开就自杀啦。再说我钱都收了，我为什么要杀人？何秀兰这套回答确实很有逻辑，现场很多人以及丽美都觉得十分合理。既然钱都收到了，干嘛还要杀人呢？为了不重蹈覆辙，丽美开窍般地穿上了战袍，半夜3更约了李检察长来她家探讨案情。隔天，在新一轮的庭审中，何秀兰说出了更多事情。她之所以跟死者分手，是因为死者不举就算了，竟然还有性病，就这样还死要面子不肯去看医生。我本来是要跟这个男人结婚的，可是他这么的软弱，我怎么跟他过下半辈子？后来我反悔了，我不跟他结婚，他就想不开去自杀了。请问这样我有犯法吗？我听他讲，我都觉得那男的死有余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情何秀兰。另一边，老爸还找到了能脱罪的证据。他通过家里的购物小票发现，在死者自杀期间，何秀兰分别去了超市和金店购物，只要能够调出录像，就可以作为不在场证明。但超市和金店并不同意让他调录像，因此老苏请女儿帮忙。另一门有媒体身份，肯定能够调出来，然后制造新闻，就有可能影响法院的判决。我老了，整天守着奶奶，我只想找一个像秀兰这样的温柔的人陪着我，一起度过剩下的日子，如此而已。丽美虽然痛恨何秀兰，但在父亲的央求之下，最终答应会去调查清楚。随后，丽美跟一个学长见了面，这个学长有很深的政府高层关系，是丽美的最强线人，常常给丽美输送高官的黑料。这样一来，丽美得到了独家新闻，而学长则打击了异己。这次学长又要打击一个政敌，但需要一个大的八卦新闻先做烟雾弹，所以要求丽美把蛇仙女的案子继续炒大，但父亲还牵涉其中。丽美怎么会答应呢？因此便婉拒了学长。晚上，丽美把父亲的证据拿给李检看，请他帮忙去调查是否属实。但李检直接告诉丽美，他们早就已经查过金店和超市的录像，何秀兰根本没有出现。果然这个骗子。随后，丽美还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何秀兰竟然官宣了与老苏结婚的消息，这意味着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父女跟杀人犯有关了。丽美气急败坏。李检接着还补枪道，其实在结婚之后，何秀兰就给老苏买了寿险，受益人正是何秀兰，而且没过多久，何秀兰又买了木炭寄给老苏，这摆明了是要杀夫骗保呀。他的目的不光是钱，他在玩弄男人之后呢，就想要咬死他的猎物。如果我们要救你爸的话，我们必须把他关进牢里。在李检的建议下，丽美决定公开发言，以潜在受害者女儿的身份向媒体揭穿了何秀兰的丑恶面目。如果何秀兰小姐没有被定罪，她一定会回来找我爸爸，或许是想要保护我爸爸。丽美发言的视频掀起了很大的舆论风波，人们都导向了何秀兰有罪了。但其实结婚的消息是老苏自己发布的，因为何秀兰在看守所里，哪有机会上网，她只是想力挺爱妻来着，没想到却弄巧成拙。买保险的事情她也知道，毕竟他们年龄差距大，自己肯定会比何秀兰先走，买份保险也合乎情理。木炭是为了要做菜，反正老苏就是坚信何秀兰被冤枉了。但只有他相信
并没有什么用。一审最终的判决是何秀兰犯杀人罪，处以死刑。这起全民关注的案件获得胜诉，李简因此出尽风头，得到提拔。但老苏就痛心滋滋了，他继续为何秀兰奔走上诉，可二审依然败诉。律师也觉得离谱，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竟然就判了杀人罪，只能说检方为求胜诉太不择手段了，一再利用媒体施压影响法官判案。但老苏还想继续上诉，不过律师认为几乎不可能翻案了，舆论的力量实在太可怕，造成如今这种局面都拜令千金所赐。林千金的直播指控影片严重影响了社会舆论跟法官的行政。哎呀，老苏被气得差点没吐血，缓过来后，他赶紧跑了趟看守所，安慰何秀兰不要担心，他会另外再想办法翻案的。但何秀兰却说，我们算了吧，你回到你宝贝女儿身边，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老苏感觉天都塌了，但丽美现在感觉很好，认为是自己学会骚气后换来了男人的疼爱，和李简你侬我侬，准备继续深入探讨工作。可突然他接到了警方的电话，你爸自杀了，而且还带走了奶奶，死法正是熟悉的一氧化碳中毒。老苏还给丽美留了封遗书，我不知道自己的女儿什么时候成为了一个恶魔，扭曲事实，造成现在这样的结果。我还是要说，秀兰真的没有杀人，如果我的死可以让案情换来一点转机，那我也值了。其实老爸自杀也不单纯是为了秀兰，而是自己找富婆的理想破灭了，生无可恋。为了不给女儿添麻烦，把老娘也给打包了，全家死光光的惨案瞬间就让丽美登上了搜视热榜。他因为精神压力过大，选择了辞职，领导还是给他停薪留职。在休养期间，领导一直让他回去工作，还给丽美发了一份值得追踪的贪腐新闻线索。丽美点开看了看，结果发现竟然是学长和李检察长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于是丽美主动去找李检寻求安慰，想在他家住几天，这送上门的美色不要白不要。李检爽快地答应了。这李检出门以后，丽美就开始翻档案，结果发现李检骗了她。何秀兰真的去了金店和超市消费，录像拍得明明白白，完全可以作为不在场证明，可李检却故意隐瞒证据。之后丽美去找了一趟何秀兰，我爸死前有来找你，你跟他说了什么？我要他回去你身边。那木炭呢？做菜呀，用木炭做菜。何秀兰告诉丽美，如果不相信，可以去他上过课的厨艺培训学校，亲自报个班求证。于是丽美就联系了那家专做日料培训的学校，发现的确要用炭烧做寿司，或许这可以证明何秀兰确实没有直接杀人，但有没有主观上的间接杀人，那就不好说了。明知老头们视他如命，却捞完钱就跑，还留下木炭。但眼下的丽美确实感觉自己好像冤枉了何秀兰，她继续偷偷寻找证据。不久后，终于瞄到了李检察长的电脑密码，打开电脑后找到了一个录音文件。原来因为丽美没有答应学长继续炒作何秀兰的案子，学长便找到李检察长，让他搞定丽美，之后才会给他安排大案子。是李检察长便无所不用其极，误导丽美以为何秀兰就是杀人凶手。隔天，丽美又去找了一趟何秀兰，因为她发现父亲保险金的受益人竟然被何秀兰改成了她。我对你挺好的，你还坑我，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吧！现在是你救赎的时候了，要不要完成一下你爸的遗愿，把我给捞出去了？丽美只能一步一步来，先把害她最惨的李检察长处理掉。此时的李检因为没有丽美记者身份的帮忙，办案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希望丽美尽快复职。我本来可以借这次升上去的，你知道吗？我们一起奋斗不是很好吗？丽美温言细语，半瓶安眠药倒下去，大郎喝药了。大郎喝完之后顺利躺了板板，不过还没死透。丽美为了给自己脱罪，又烧了一盘炭，以及留下遗书，这才营造出自杀的场景。但事后还是有刑警找上了丽美，因为有邻居看到丽美与李检察长同居过。丽美委屈巴巴地表示确实在一起过，但后来因为李检察长办案压力太大，情绪很不稳定，他们就分手了。如果那时候我再多忍耐一次，说不定他就不会这样。丽美各种卖惨，说自己刚死了爹，又摊上这种事，真是活不下去了。刑警和丽美也是老相识了，让丽美不用紧张。离异的烧炭加遗书，家人又没要求解剖，遗体已经定性为自杀了，叫丽美过来，不过是例行询问而已。就这样，丽美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何秀兰的案子经过3审之后，结果也出现了大逆转，法官以缺乏直接杀人证据改判无罪定案。